好像又长高了。对呀，不过怎么还是瘦瘦的呀？皮肤也黑黑的。女孩子家也没关系，女大18变。牛正长得好，长得白白胖胖的，就是这个眉毛好像淡了点哈。这书上说啊，男人有没有出息啊，全看眉毛了，也不知道说的准不准。家里玩具多的是，你干嘛抢妹妹的？宝贝，哥哥喜欢就把这个给哥哥呀，妈妈再给你买，好不？我不要！我要！不是，5毛钱可不够，咱说好2块钱吧。怎么不够？就这么多了。哎，不行，不是说好2块钱，怎么回事？什么？那不行，那你那我就这么多了，怎么样？不是，你为什么不给我钱？不行，那你把电视放着。你不行，你不许走，你不许走。我全给你了，你还得吵？什么不够？啊，怎么这么多了？不行。干嘛的？啊？说好了修电视机2块钱，结果5毛钱，我不同意，他就要走。钱呢？啊？我不是想赖账，我没带过钱。你没带够钱不早说，我光给你换那零件就得1块5呢。电视机买得起，这么快八毛的修理费付不起。我当时没听清楚。你要干嘛？这不是钱啊！给我！给你2下子，给你。尝尝。算我倒霉。哎，子博同志，我采访你一下呗。你这放着好好的机关单位不做，跑出来干这个，你怎么想的？你有病吧？啊，脑袋让驴踢了？哎呀，纪委，不吃一些苦，怎么成就大事？我跟魏然，我们是要干大事的，而且对我来说，就修这个，比做机关强多了。对我来说，这，首先是兴趣爱好，其次咱是凭手艺吃饭嘛。你修一台这电视机能挣多少钱？这个修仨，够我跟魏然1天的饭钱。看，妈妈给你买的新玩具，喜欢吗？这个不好玩，骑圣男那个好玩。怎么可能呢？你看这个车比骑圣男那个大多了，多好看呀！不要，我不要！哎，你怎么不懂事儿啊？这妈妈特意花钱给你买的。我不要！你怎么这样啊？它那有什么好的呀？这大老远就听你们娘俩在这喊什么呢又？那还不是他，非看上骑圣男那个电动玩具了。要不你出去给他买一个吧。哎呀，人家那东西啊，不是在这儿买的，那人董芳在上海出差，从上海买的，这儿没卖的。啊？哎，这个董芳啊，都是孩子，他凭什么不给咱们家牛正也买一个呢？哎，进来。阿姨好。哎呀，你好啊，牛正怎么长这么高了？好可爱哟！哎呦，你看牙齿掉了2颗啊。牛正，我都说方阿姨长得好看了吧？嗯，对。那你说是阿姨好看还是你妈好看呀？
阿姨好看。哎呀，真乖！来坐。哎，新梅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没有什么事儿，我那么长时间没见你了，找你聊聊天呗。得了吧，快说，什么事儿？哎，你最近是不是老去上海出差？上午才回来，咋了？哦，你下次要是再去上海的话，你就帮我们家牛征也带一个那个电动玩具呗，就是齐胜男友的那个，你送他的。哎呦，赵新梅，这都多少年了，你怎么还改不了这个喜欢跟人争东西的毛病啊？按说这也不是事儿，但是呢，我刚刚参加完秋交会回来，等下次再去得春天了，你能等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我只有再找别人想想办法了。你说说你，连这个都要跟牛叔争？谁说我争了？是我们家牛征特别喜欢，对吧？嗯。那好，下回阿姨给你带啊。你说你牛真哥就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牛征哥哥，这个送给你。妈妈说小汽车要跟小朋友一起分享的。新梅啊，我看牛征挺喜欢这个小汽车的，我们盛楠平时也不怎么玩，就拿过来送给牛征了。这别人家玩具你别拿。哎，没事没事。盛楠这样的玩具多了啊，分个1件2件的给牛征，不是个事儿啊，别在意。那行了，那咱们是不是？那我们先走了，哥。哎呀，你说还特意过来一趟，牛征赶紧谢谢姑姑姑父。谢谢姑姑姑父。客气，应该的嘛。走了，盛楠。走了，宝贝。过来玩啊，盛楠。啊。哎呦呵，好玩吧，儿子？好玩。有那么好玩吗？好玩。人家玩剩的有这么好玩啊？真没出息！别听你妈。哎，弟弟，哎呦！吃饭了，齐伟。你吃吧，今天我早去，我待会儿到舞厅了再扒一口得了。你呀，在舞厅的时间比在家还多。今天我在街上啊，碰见子博了。他现在在路边上摆摊儿，给人家修家电。我今天到的时候，刚好有一个客人修完了电视机，不想给钱，想赖账。要不是赶上我在，他今天一天白干。也不知道这个子博哥他到底怎么想的，每天拿他几个破零件啊当宝贝似的。神经病吧，好好的机关单位不错。但话说回来，他也确实是个有理想的人。你不吃饭啊？我不想吃，我难受。又怎么了？好像有点发烧哎。妈妈给你拿点药吃好不好？特别难受吗？嗯？要不要去医院啊？不算严重，那是小低烧。今天好好睡一觉吧，明天看。不行，明天爸爸带你去医院啊。好，今天晚上不用你写作业了，好不好？微然，我今天悟出了一个道理：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儿就是挣钱。今天要不是碰见齐伟帮我个忙，估计咱俩连买根冰棍的钱都剩不下。齐伟怎么了？不提了，继续努力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可得把这点钱一笔一笔给你记好了。
这就是咱们以后集团公司里边你的股份。哎，那我跟你说啊，你还真得给我记清楚了，我这又是技术又出钱的，那以后在公司我可得是高层大股东。放心吧，这必须的。来，好喝吗？小南，好喝。妈妈，乖不乖？哎，妈，哎，牛蒸吃了吗？他不是在玩呢吗？所以我先给盛楠喝啊。喝点啊，宝贝。是这样，牛蒸啊，刚才不吃，我怕放凉了以后就不能吃了，就全给盛楠喝了。没事的妈。哎，田正，你不是新学会了一首英文字母歌吗？唱给奶奶听好不好？好 ，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。呀，好，太好了，唱的。奶奶 ，I love you。呀，宝贝，哎呦，他说的是什么呀？刘征说呀，奶奶，我爱你。宝贝，奶奶也爱你。哎，奶奶有好吃的奖励你啊。等着啊。看，来，谢谢奶奶。吃吧吃吧啊。慢点。哎，好吃吗？真好。哎呀，真小乖。爸爸。怎么了？可怜巴拉的。这是妈奖励牛蒸的，因为牛蒸给妈表演了一个新学的英文字母歌，对吧，牛蒸？所以，会表演节目就有东西吃是吗？是这意思吗？哎，不是的，这不是他刚才已经。我们盛楠也会啊。来，盛楠，给外婆背个古诗，好吗？您听着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？谁知盘中餐？谁知盘中餐？哎呀，行了，来，不用背了，快来，宝贝来宝贝来啊，咱不背了啊，没事儿，没关系啊，咱不背了。哎呀，这孩子啊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，不仅爱生病，还胆儿小，你说吧，还爱哭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？怎么回事？不就是因为早产吗？早产，所以身体不好，倒霉呢。再加上又跟着我们住在贝因的房间里，可不就体弱多病了吗？就这么回事。不过牛蒸呢，现在已经是我们家的孩子了，现在可不能把我们牛蒸从这个条件好的房子里给赶出去吧。但是呢，确实有的人呐是占了呀孩子的光啊，要不然呢，他现在啊就是睡到大街上去，也跟咱们没关系哦。是不是啊？妈，是该对牛蒸好，就该对牛蒸好啊！这都是命，这就是命啊！大家注意一下啊！我刚才开会有2件事情。第一呢，明天外宾来我们厂参观，大家都收拾利索点儿。第2件事儿，
厂里呢有一个空缺名额，大家呢根据自己的实力写一下工作计划，厂里会提拔出好的、优秀的女工，直接在厂里工作。好，来写一下吧。谢谢。量力而行就行了，别太累了。做多做少，工资照拿。大家一般都填60来斤。哎，我顺便问一下，那个除了高质量完成制作任务之外，去办公室还需要什么条件？哎呀，以前没犯过什么错误也是条件之一吧。应该听说有额外的特长也是去办公室条件之一。努力吧。陈国，陈国，你说啊，一个服装厂的女工要有什么样的特长才可以脱颖而出啊？哎呀，这服装厂，就是做服装呗。呀，要不就唱歌跳舞，再不就跟你似的，头发特长。问你也是白问。你试试。今天是礼拜3，就我们工人都在加班，因为他们今天要完成100件的衣服。你看他哪换的肚子呀！100件！妈呀，太大了！对，加班。我快生的时候都没他那么大。算了，这样一比啊，咱们厂长倒成瘦子了。哎，问题是他们总站在门口嘀咕，为什么不进来呀？就是。外宾翻译的车坏在路上了，现在时间来不及了，大家谁会翻译英文？去翻译一下。英文长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，谁会啊？组长，我会16个英文字母。算了吧，英文字母是26个，另外10个叫你吃了。组长，我以前会，可是现在忘得差不多了。哎呀，可以可以，哎，能打招呼就行。走走走走走，快点快点，哦，都等着呢。查，会说。礼拜3加班。Hi, sorry my English is so bad. Hello everyone, welcome to our factory. This is a new factory. You can follow me. This one. 这个是我们新的技术，你看看这个，大家可以做到这个，1星期就好。还有你看这边，这是我们这些衣服，这个技术都是现成的。你看，打眼这个1个上午就可以做完这些。钥匙。
舒柔，你没下班啊？你看什么呢？哦，我看会儿英语。哦，怪不得你都是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学习英语的。那你达到现在的水平，是不是花了很长时间？正好今天轮着我做安全检查，我就在这儿看一会儿。平时都是晚上在家学的。晚上齐伟不是不在家吗？你不用看孩子啊？等孩子睡了再学呗。反正齐伟每天下班很晚，我就全当是等他了。那你看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好。New edition， 找到了。儿子，走了，不要去什么看那个月全食嘛，是吧？来，走。新梅，你这是刚吃完饭就在这儿翻，赶紧带儿子出去玩玩去。新梅，哎呀，烦死了！就知道玩儿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我就是被你带的这么不求上进的。你知不知道你妹多能装啊？哎呀，每回下班之后，她还玩命的学英文呢。我也要把英文捡起来。她肯定是齐伟鼓励的结果。齐伟，那齐伟我没见齐伟用洋文在那儿管我听嘛。You are hopeless。啥意思？你不知道。意思就是你太让人失望了。咱们出去。小勇，这，行，走。好好玩啊！上课之后啊，我们又加了一条生产线，你们可以随便参观一下。OK。哎，连好。厂长。那个，去给我叫一下刘叔叔。哦。舒柔。哎，刘叔。厂长。那个。厂里对你的救场表现非常满意，决定让你全程参加外商活动。真的吗？我一定不会辜负厂长的委派的。舒柔，你真给咱们车间争脸。舒柔，我们以你为荣。对呀，以你为荣。舒荣啊，这次的表现。也算是让我打了个翻身仗啊！厂长，你太客气了。好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新梅，你眼睛看直了吧？哎，不过她那条红裙子啊，还真好看哦。衬她这脸色，这腰身，没话说。我要是有那么一件红裙子，那就好了。我要是有这么条红裙子啊，就留着给我女儿结婚的时候穿。进来。厂长。我有一个新的想法，想跟您汇报。别，托你的福，我就是一厂长。而且你有想法，不都是直接向上级汇报，再让他们给我下指令吗？厂长，
您是负责新产品设计和开发的领导，我的这个想法必须跟您汇报。这听着倒挺新鲜的。你想开发什么？红裙子，就是外商穿的那种。哦，外国人穿的那个，是够新潮的，但是不符合咱们的国情吧？厂长，现在没有人穿，不代表大家不想穿。没有人穿，也许是因为买不到呢。我知道现在厂里的效益不好，您的压力一直很大，所以我认为现在开发新产品红裙子是一个扭转局面的大好机会。是，我也一直在寻求变化，但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，给你这个机会呢？因为我有信心，而且眼光独到。眼光独到，哼，谁说不是呢？如果您能够不计前嫌给我这个机会，我相信你也会有足够大的回报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指定一个合伙人，如果你能顺利与这个人谈拢合作意向，那么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好，和谁？刘淑荣。我觉得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而且你还要写个书面材料，说明你想与牛叔叔合作开发这个红裙子的市场。如果对方不同意与你合作，那你将因报复得不到施展而自动辞职。不是厂长，我这个想法是为了厂里好，您这样刁难我也太过分了吧？过分吗？好，那你就当这个事儿没发生。赵新梅，现在知道了吧？任何事情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好，我答应您的条件。舒荣，问你件事儿。你说，你觉得那个女外商她的红裙子好看吗？挺好看的，颜色鲜艳，款式大方，而且穿的人特别精神。我想做一条一模一样的，就是怕太时髦了点儿。你还怕时髦啊？就觉得上班的时候穿不太合适嘛。我觉得那个裙子啊，颜色鲜艳，也端庄时尚，你穿应该能挺好看的。那别人穿肯定也好看，对不对？应该也还行吧。怎么，你还要做条送给别人呢？舒柔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我希望厂里呢能把这个红裙子作为新产品推出，批量销售。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想法是挺不错的，可是你需要我帮你什么呀？做我的合伙人吧。我？为什么呀？舒荣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我们把握住了这次机会，不但有机会可以把厂里扭亏为盈，我们更可以因为这个机会离开车间，到办公室去工作。既然你刚才也非常认可我的想法，那我们为什么不朝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携手奋进呢？可是这个想法是需要承担个人风险的，我不敢冒这个险。如果说我出全资，你只需要帮我去说服都江呢？你还是先跟我哥商量商量。
跑还挺快。哎，陈果，刚才那小姑娘那么打扮，你觉得好看吗？不好看，谁都没你好看，是吧，儿子？是。这都排队买什么呢？哎，你好，问一下你们排队买什么呢？这种叫可口可乐的东西，听说好喝的不得了。哦，是饮料是吧？美国进口饮料，全市每天仅限100瓶，不排队你根本就买不着。美国的，那这不是资本主义糖衣炮弹吗？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卖，太不像话了。说是美国的玩意儿。哦，那你们排这么长队是不要钱是吧？不要钱，贵的要死，就这一小瓶，哎呦，真是气得贵的要喝。哎呀，花钱排队买气受，这是何必呢？这咱都多少年没见过新事物了，这再贵也要买呀。哎，我问你啊，要是有那种最新款的特别漂亮的衣服，你会买吗？那更得要买了。你说咱从生下来就没穿过什么花衣服是吧？谢谢你啊。没事儿。出这么多汗。刘铮，你想不想喝饮料啊？当然想啦。那你让你爸带你排队去，你们去喝啊。妈有点事先走了。哦。那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去找牛淑荣。哎，你真要喝啊？嗯。爸听他们说这个很重要，排队，来，啊，排队啊！淑荣，牛淑荣，淑荣。他不在，有事吗？齐伟，现在有一个绝好的机会，我们抓住这次机会，将会改变我们的生活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东西，正开始流行起来了。就在刚才，我跟成国在公园逛的时候，就看到有一大堆人排队，在买一种叫做可口可乐的来自美国的饮料。虽然说它价格贵得离谱，但是大家还是愿意买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新鲜元素，人们有这样的需求，社会市场就会适应这样的需求。所以说，吃的、用的、穿的，还有我们的观念，都会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想说，我生产红裙子的计划一定是对的，不光是红裙子，还要有红衬衣、红裤子、红外套。我们要做红色系列。齐伟，牛淑荣他不愿意跟我合作，我希望你能够劝劝他。要是错失了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我们都会后悔莫及的。好啊，我来帮你劝他。我会转告他，新梅说的话，你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要相信。他这个人，总是觉得全世界都应该围着他转，最喜欢痴心妄想。你可千万不要再跟他搅在一起了。你说我喜欢痴心妄想啊？但你不觉得吗？每次我痴心妄想想要得到的东西，最后都能得到。我就想告诉你，我生产红色系列的计划一定会成功的，销量也一定会很好。到那个时候，我跟牛淑荣都会成为厂里的风云人物的。我不问你为什么非要跟他一起来合伙，我不想知道原因。我想说的是，其实我知道，确实，这些年来你隐忍、收敛了很多。但是其实你一点儿都没变，你的野心一直都在，关键时刻，它还是会跳出来伤人的。我想知道的是，这一次，你打算伤谁呀？是他，还是我？你要非把我的雄心壮志说成是野心也可以，我就是有野心的。你不帮我没有关系，你也知道我的脾气。我赵新梅认准的事情还没有办不到的。
你商量个事儿。啊，说。你看，你对赵新梅也还挺了解的哈。她想拉我跟她一块儿入伙做红裙子，给厂里边开拓销路。哦，我打住啊，这事儿绝对不行。为什么呀？赵新梅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？哎，见利忘义就不说吧，哎，人家见利忘义，他至少是会因为利益和你好。他呢，啊，前一秒钟跟你好，下一秒钟就因为想独揽所有的利益把你抛到一边，这绝对不行。可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挺靠谱的。哎，我就把话搁这儿了，你好好想想吧。来吃饭了啊！呀，你给我做这么多菜。我今天啊特别高兴，虽然平时我一个人带孩子没什么问题，可是啊，我还是希望你心里能够帮我一把的。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，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工作的事情呢？我当然有想过啊，所以这么多年也没有把英文放下嘛。你为什么不跟他合作呀？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啊？他今天找你没找着，跟我说了。我觉得他那个点子挺好的，我觉得你应该跟他合作。你这是在帮他说话吗？我这是在帮你。说，最近呢，我们舞厅附近又开了好几家更大的舞厅。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？这说明时代变了。时代变了。他新梅这一次出的主意是个好主意，你不应该错过这样的机会。那你就没有想过，他为什么非得拉我一块儿入伙吗？你不怕他有别的目的啊？首先，你承不承认这是一个好主意？其次，你管他干什么？他是什么人，你我心里都清楚。主意又是一个好主意，那就先合作再说了。防着点他，咱先把这事儿干起来。先干起来比什么都重要。老大，看见了吗？对面舞厅一开，好看的姑娘全跑那儿去了，这不是影响咱生意吗？你说什么样的女人才最有魅力呢？当然得漂亮的了。那什么叫漂亮啊？咱不说那抽象的概念啊，除了漂亮，性格呢？你对性格有要求吗？你觉得是听话的、懂事的、贤惠的，还是喜欢有想法的？有自己想法的不行，咱管不住。再说那也不是过日子的人。董芳是过日子的人。老大，这你就不了解了。我还真得跟你说说，董芳虽说是嘴贱，她那是刀子豆腐心。你只要让她嘴上占了优势啊，家里外边给你训斥的好着呢，妥妥的。哼，看不出来啊，你小子预期有数。咱预不了啊，我也就是训训我媳妇儿。但您这精神世界里的事儿，我着实是整不明白。整明白了也没用啊。有用。两口子过日子，两个人呐，大眼瞪小眼儿一辈子。你就是娶个天仙，没几年就反了，一样没用。咱就说自个儿家老婆，她得有想法，
他得是个有意思的人才好。有意思这一点很重要，你不知道他下一秒在想什么。哎，你这个日子吧，就能过得特别有滋有味儿。我听明白了，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鸡案剑。对，我这就是叫剑。你这个不光是剑，我还是狗改不了吃屎。哎，不会吧？啊，老大，你不会说了半天这人是赵新梅吧？齐伟，你说的要是赵新梅，我跟你说，你真是贱到家了。你忘了当初他是怎么对你的了？你可真行，老大，我跟你说了，赵新梅有脑子，你玩不过她。你控制不住，给你摆沟里去，你知不知道？他阴着呢。回来了。A C S A C。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？生意不好，就提前关门了。还没吃饭吧？那给你做点吃的去。不用，不饿。我跟你聊聊啊。啊，说。我可能又要失业了。没事儿，再找一个工作不就完了吗？再找一个工作，哪那么容易呀？找工作是要看履历表的。我从牢里出来，这些年就没干过一个正经工作。我的履历表实在是不够光彩啊！你说这时代变化怎么就这么快呢？前2年我们新城舞厅多火呀，怎么转眼之间就没人来了呢？可怜的是盛楠，正在长身体的时候，又体弱多病，到处都要花钱，这我忽然就挣不了钱了，你说这？你说这些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跟我说了吗？跟赵新梅合作就能赚大钱，我跟她合作不就完了？这不是跟他合作不合作的问题，那难道你出去挣钱，然后我在家里这个缝缝补补、洗衣做饭带孩子啊？那算怎么回事啊？那显得我多没用啊！没关系，我养你啊！哈，你，我养你。养我啊？嗯。
青梅，我同意跟你合作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齐伟说你去找过他，我跟你合作并不是因为齐伟，而是我看好你的思路，愿意跟你一起承担风险。叔叔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请进。厂长，哦，淑荣来了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关于赵新梅说的红裙子的事儿，我想好了，我想要跟她一块儿合作。淑荣，她可是曾害得你。正因为这样，才要跟她合作，让她补偿我呀。问你什么意思？杜厂长，我觉得赵新梅的想法还是很可观的。我们除了要做红裙子之外，还要做红裤子、红衬衫、红外套，做一个红色的系列。不仅要做到样式新颖，还要兼顾到所有人的需求，前景非常可观。我也知道您可能对赵新梅会有一些看法，可要是她的想法真的可以给厂里带来利益，能够促进集体利益最大化的话，那我们干什么不做呢？淑荣，不瞒你说啊，其实我打心底里挺佩服赵新梅的胆识跟眼界的。既然你也这么说了，那就放手一试。要不，每样先做200件看看。那厂长，那太谢谢您了。你先别忙着说谢。说啊，我呢虽然是厂长，但像你们这个红色系列这么大胆的想法，我心里是真的没底。万一要是给厂里造成了损失，这个责任我是担不起的。所以你们要全权自负。啊，当然，厂里可以给拨款，如果盈利了，款项算作开发新产品的先期成本。那如果失败，这笔钱将由你们2个补给厂里。同时，咱们还要签订个合同。所以，淑荣，你可一定要好好想清楚。厂长，我已经想好了。赵新梅这几天老是请假，论准在单位有个干活，这垃圾的工作还不都得我们干呀？真讨厌。就是，而且他跟牛叔好像和好了，2个人经常在一块，不知道搞什么鬼啊。哎，活干完了吗？没事，有闲心在这说闲话呢，赶紧做。衬衣和裙子的纸样我已经做出来了，你看看怎么样？这领口跟袖口你这样设计，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？还有这个裙子也跟我们见过的不一样啊。我们以前的衬衣都太过男性化了，所以我特意在领口跟袖口做了一些装饰和改变。还有这个裙子，我把它改得更合身了，更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身材比例，所以上身效果肯定会比我们那天看到的那件要漂亮的。我觉得还是那天那件好。不管怎么说，那个已经是成衣了，我们只要改一改袖口，改一改腰带，就可以直接卖了，总比你重新设计要来的保险吧。淑荣，衣服再好看，但是并不适合自己，那有什么用呢？我坚持还是要改动的。改动就是要承担风险，你别忘了，万一卖不出去，我们是要赔钱给厂里的。哎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怎么这么乌鸦嘴呢？谁说就会卖不出去了？可是你这么设计，很有可能就是卖不出去。你不要那么固执好不好？固执的人是你。
爸。哎，大爷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走吧，啊，走了啊，大爷啊，哎。大舅。盛楠，怎么你爸妈也来晚了啊？哦，可不光是今天一天喽。这姑娘是我们纯大师的常客了，可从来没见过她爸爸来接过她。她妈妈单位也远，可委屈了这孩子哦。那行，走，盛楠，跟大舅一起走吧，啊，来吧。那行，大爷，这俩孩子我一起都接回去了啊，走吧，走嘞，啊。来了啊！让点你妹妹啊！来，来，坐着。盛楠，妈妈，宝贝儿，对不起啊，妈妈今天跟舅妈有事儿，是不是吓死你了啊？哎呀，对不起。刚去晚了，扑了个空，他自己都快吓死了。那就应该吓吓你们，啊，让你们长点记性。哪有这么当爹妈？叔荣，你来的正好，这个设计图我重新修改了一下，你看看呗。要不明天再看吧，盛楠明儿上学还得早起呢。来都来了。来，盛楠，看看吧。来，跟你哥玩玩，来，过来。明儿过来，坐。啊，我给你们拿。我觉得这儿还是应该加个口袋吧。有了口袋之后，放手帕什么的都很方便的。是，口袋是有实用性的，但现在人呢对服装的品味是要求不一样了，讲究的是时尚。其实口袋完全可以不要的。你想，口袋的实用性，你用手拎包啊、挎包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。能做减法就不要做加法，这样更好。还有这儿，你看啊，就是应该加一个腰带，一来可以修身，二来消费者肯定会觉得他买一条裙子还送一个腰带，很经济实惠的，真的。是，淑荣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有个腰带呢，是好像会让大家觉得划算，但实际上你看我这个衣服设计就是修身剪裁，腰线的部分已经出来了。那还是我说的那句话，能不要的一些配饰就不要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淑荣，我觉得新梅是对的。反正我是觉得原版的会好一些。你看原版最起码那个衬衫领看上去很大方，你把它改成 V 字领，有点太不含蓄了，你不觉得吗？那这样吧，淑荣，反正现在是设计图，我们不如把样品做出来，我们看这个衣服的实际效果，再讨论。那也行。淑荣，来了，来，你们来啦啊！红裙子我已经做好了，我还把陈果也叫来了。待会儿呢，让他们两个男的评判评判，然后周一我们去厂里呢，多叫几个姐妹一块看看，综合一下男女的眼光。好啊，没问题，我的也做好了，就那件按我自己的尺寸做的，挺好看的，你拿过来看看呗。我先看看你的，哎，你这个镂空的花好看行，呀！你别互相看了，你进去换上比，我们俩评判一下就知道了。行，来。谢谢啊。哎，学远，你们那舞厅最近怎么样？挺好，挺好。班长，那你们厂子最近怎么样？厂子现在不太行，奖金反正是没发了，就基本发个工资。挺好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怎么样？你们两个要公平、公正、客观的做出评判，到底哪一条红裙子更好看？新梅，你这条裙子挺好看，你看这
花抠的挺费劲的吧？抠的，好看。那个淑荣这个呢，这个也挺好看。你这个好看在哪儿呢？反正没有新梅这好看。齐伟，那你觉得呢？哪个好看？我觉得你这个不错，挺好看的。新梅这个更好看。你看我说吧，这个好看，对，是吧？哎，淑荣，那你自己觉得呢？说实话啊，你的确实比我的要好看，而且一看啊，那做工上面就下了很大功夫的。就按你这条生产吧。好。哎，淑荣，哎，叔叔，哎，真乖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红裙子的事情进展的怎么样？几个款式的设计草图已经出来了，新梅去买布料，今天就能开工了。太好了，这商场采购部的人下周就来厂里进货了，时间很紧张啊。要不这样，你今天就别去厂里上班，待会儿我回去给你补上义工外出的假条，先全力忙这件事情。那行，我把孩子送到学校，就去找新梅。好。再见。再见。哎。行，来。盛楠，我这嘿，飞喽！哦，哎呀，从小你就疼他，他现在看到你啊，比谁都亲。哎呀，齐盛楠，你很积极嘛，今天来学校来的这么早啊？我又不是第一个来的，都怪妈妈。哎呦，对妈妈有意见的。宝贝，妈妈已经很尽量早一点来送你了。淑荣，这反正我跟魏然，我们这工作也不忙，也不用按点上下班，以后我接送盛楠吧。还是不用了，这样太麻烦了，我自己送他就可以了。你不怕齐伟不高兴？那什么，孩子该迟到了，哎，你赶紧去上班去吧。我今天要跟新梅去布皮市场买布料去。哎，那我跟你们一起去的，还能帮你们拿东西。那也行。妈妈给你保证啊，下午一早到过来接你，好不好？去吧，拜拜拜拜。拜拜，盛楠。